Hello， 大家好，又是 Adrian， Adrian 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啊！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POV 试驾系列了。今天我要试驾一辆我非常陌生的车，包括在马来西亚也是非常少见的一辆车。我相信能够买这辆车的人的口味呢，是真的跟人家不一样的。它就是 Subaru WRX 第11代的。今天非常感谢车主叫 Danny， 但是他就比较害羞，不愿意上镜。我们今天就来访问一下他这辆车到底是怎么样。对我来讲呢 ，Subaru WRX 也好 ，STI 也好，我都觉得它很乱，尤其是在 Wikipedia 你找到哇很多 edition 有没有？为什么它又有分 2.5 还有 2.0 的？哇，真的是有一点乱。我就特别问了车主了之后呢，我才大概懂了啊。简单讲一下呢，只要你看到 WRX 都是 CVT， 你的 STI 呢就是 manual 的啊。当然 WRX 也有手牙版本，但是在日本上面呢是没有卖的，它只是 export 出口的。当时这辆车是有售卖在马来西亚新车的，可是就比较少人买。但是车主呢也是买了 Recon 的啦。但是首先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当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那话不多说，我们去看车了 ，Let's go。相信大家在马来西亚看到 Subaru 在路上奔跑的比较多 ，Subaru XV 啊 ，Forester 是相当的多啊，还有就是 Subaru 的 BRZ， 我们也称为 Toyota GT86。这辆车是哪一年啊 ，Danny？ 2017。你是什么时候买这辆车的？在上一年的6月份。引擎盖上面有一个开口洞，但是呢，它不影响我们驾驶哦，它不像以前 STI 第9代这样子，它会有一个凸出来的。这是它的钥匙啊，它其实跟 Subaru XV 是 exactly 一模一样的，所以它的锁门是这样。印象深刻就是它这个 LED signal 灯。看到吧，很亮，是不是？刚好我在马路上驾驶的时候，它真的可以照亮到我们路牌上面的。这个 grill 已经是前车主在日本改好的 STI 的 Final Edition 的这个 grill。旁边这里还有一个 STI Performance sticker。这个 caliper 是来自于 Volkswagen 的 Touareg， 它是一个4活塞的刹车卡钳，然后盘也比较大，大概355mm 的。为什么你会想要改这个下去呢？你不找 STI 的，还是直接 plug and play 嘛？在 Malaysian Market 这个就比较容易，对，但是也是比较大力，是不是？对，车身的高度为大概2个手指啦，所以还是有改了 adjustable 的。原装的是用这什么品牌的那个 adjustable？Viewsline 啦。所以你现在换了 D2 的 adjustable 啦，轮圈也是前车主改的嘛？前车主对，这是我们很常见的 T37，前后轮胎是用着 Hankook 的 Ventus V12 Evo 2，尺寸为25/40 ZR18寸，也是大概2个手指。后面就是原装的刹车盘还有刹车碟啦 ，side skirt 的也是 STI 的哈。Yes， 这辆车也换了 downpipe， 还有 exhaust 啦，3寸哦，这个 Blitz 的 muffler。对，这里有一个 diffuser 也是 STI 的。那这辆车是 WRX S4 哦，所以它比一般上的 WRX 还来得更加高的马力。虽然引擎是一样的，然后它的调教也不一样。Symmetrical Overdrive 这是 Subaru 最拿手的一个4驱系统。那这辆车跟 Subaru XV 的又有不一样哦，可以分配左右的方式，跟 Subaru XV 有一点点稍微的不一样哈。那开启后面的方式呢，除了可以用锁匙，它可以用这个 touchpad。家用车啊 ，good 啊！我不晓得为什么sedan车在日本要有这个雨刷，有没有真正用到？我觉得是很少用啦。那后面的尾箱空间呢，是一般上我们看到的sedan的空间。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备胎啊。马来西亚人买车就是要看有没有备胎，是吧？诶，有哦，里面有一个哦，还有一些工具在后面。因为这个尾翼呢，尾箱有一点重了。哦，后面的也是 LED 视略式的 signal 的内饰。它这辆车有带一个天窗电动座椅，这里是打开油盖，还有 aluminium pedals， 就像 STI 一样，很有跑风。这有 blind spot monitoring system off， 2组记忆座椅，打开后尾箱，旋击系统关闭，内饰调节的亮度，这里就是很普通啦，像 Subaru XV 这样子的 button 啦，但是它全部都是一键上下的。内饰呢就好像有点像 Subaru XV 这样啦，它就有一个荧幕在这里，资讯荧幕在上面。哦，它整个 meter 看得非常的 premium 啊！这里显示最高的极速为280，
Yes, you need Japanese there. Auto dim rearview mirror 防撞系统关闭 ，Lane keep assist 关闭，然后这个就是一些灯啊，可以打开。啊，你可以用手动打开这个遮阳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开天窗了，就开到完哈。这里就有镜子啦。那这辆车的话，就是配搭着一个 CVT 的无端变速箱，我们叫做 Lineartronic 啊，就是有手动模式。那这个手动模式很搞笑的哦，你在普通模式的情况下呢，驾驶它是6速的 Manual Mode， 可是如果你切换到 S Sharp 的话呢，它就可以模拟8速，而且它的反应也是相当的快。等一下我们试驾了就知道哦。就是有电子手刹，还有就是 Auto Hold 的功能，座椅加热，因为这个是日本车嘛，他们有冬天嘛，所以需要座椅加热。还有就是一个手扶箱，小个的。还可以调整前后，这个就是可以显示它的涡轮增压指数多少，你的这个油门踩踏的深度有多少，看一下 oil temp， 还有你的 boost 和 acceleration， 这个就是它的四驱系统啦。哇，你的 G-force 多少度它都懂，这个就是它的油耗显示，哇，很多东西可以看呢。那它的 signal 是在右手边的，有一键闪三下，有这个 auto headlamp， 我们打开头灯。雾灯还有后雾灯，那都行的。这里就是可以切换那些显示啦，在这个资讯荧幕上面 ，Driving Modes， 你可以切换到 Sport， 还有 Intelligent Mode。Intelligent 就是所谓的 Normal Mode 啦，按一下就会变 Sport。然后如果按那个 button 呢，它就是 Sport Sharp 还有 Intelligent Mode 之间的切换。只要你换到 Sport Sharp， 就会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曲线，它是最极致的一个 Sport Mode 啦。ACC 跟车还有车道偏离系统这里都有，所以还是有 EyeSight 的那辆车。打开引擎盖，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家用型的高性能的车的后座空间怎么样？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了，我身高173，大概剩下2根手指的长度，头部空间大概是在一个拳头，坐在后面这里。不错哦，它的空间 OK 啦，也没有讲很小啦。但是如果你比起 Civic 的话呢，它肯定是比较吃亏一点的。Civic 在这个同等级里面，我觉得哇哦，它的空间真的是无敌啊！少下来的手扶呢是对称的，跟左右手这样。后面就没有冷气出风口了，视野空间非常宽敞啊，因为它这里这个头枕不会很大，我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尤其是那个三角镜那边，就这样。这个就是它的前面的灯哈，不说不知道哦，原来这个灯造出来这个小天使了哦，特别。代号为 FA20F 2.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啊，如果你去到欧美那些版本呢，它是一个2.5公升的，代号为 EJ257的一个代号，只有在日本才有推出一个2.0的。可是这个2.0公升的 Turbo 涡轮增压引擎呢，它的马力不输给2.5的，据说它的 piston 还有那个 piston wall 呢，它比2.5公升来的更耐，所以很多人呢，如果2.5公升的，他们想要这副引擎呢，就换它的 piston 它的东西下去就可以了啦。看到这边有 WRX 还有 S4， 所以这辆车是 S4 嘛，原厂是说296 horsepower 还有400个牛顿米的。可是如果真正来弄来讲，这辆车原装才有多少匹啊？230左右，扭力是应该是300出。经过你 remap 之后呢，它就 On wheel 现在是270，380牛顿米的。但是我很好奇哦，它是跑这 CVT 无端变速箱嘛，它可以耐到最高是多少 ？Tuner 的说法是到450以内。哇，它的那个 CVT 的承受度很厉害嘞，这个跑康带 CVT 的耐操度应该是会比较高一点，可是它原厂有 CVT cooler 嘛？有，对，水平质的引擎啦，所以它不会很高，它重心也是比较低的。这是也是你改的吗？啊，对 ，oil cooler 啊有 oil cooler， 还有改了什么吗？CVT cooler，and then draw in。Intercooler 是在上面的，它比较 direct response 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还有这个 front strut bar 原装 STI 的。那好了，我们去试一下这个家用型的车，可是有接近300匹，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Let's go。OK。这 CVT 哦，看一下它的，哎呦，它起步反应很像 AT 哦，很快哦，一脚油门踩下去它就直接走。然后它的这个方向盘的这个重量，我觉得是很适合我们男人加啦。我觉得女人加上去，我觉得很重啦。如果在这个 parking 的时候啊，我觉得他们会很嫌弃这辆车。哎，为什么你的 steering 这样重呢？可是它的方向盘的回馈呢，就没有做到好像 BRZ 或者是GT86这样，它从一个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做到很像 hydraulic 这样。它的转向呢是蛮精准的，很少有虚位哦。它的 turbo 大概会多少钱转会 kick 到进来呀？2000哦。OK 啦，首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啦，你会觉得这现在的收音会比较差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我发现到我的 camera receiver 的 battery 已经是非常 low 了，所以我就不好意思啦，就要用回我 camera 来录音了。希望大家多多的包涵，至少还是可以听到一些声音的，我讲话是没有问题啦。OK 啦，那首先我会感觉到这个悬吊
系统呢会比这个我们一般家用车来的挑一点啊，包括这个是 D2 的 adjustable， 它的调整的硬软我不知道是多少，可是呢就感觉到是蛮硬一下了。诶，这个亮橙灯的哦，还是告诉你是什么？啊，你在偏车道偏离。WRX 是让我一个非常陌生的车，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去碰过，也没有去驾过。如果你真正讲，我真正驾过 Subaru 的只有一个 XV 咯，还有一个 Forester。虽然我没有拍过 video 啦，但是至少有试驾一小段。它是非常一个典型的一个日系车的感觉啦。可是感觉它的 chassis 呢就感觉比较硬一点的，然后就整个组装品质呢，其实它是比我们一般的Toyota还有 Honda 来着更好。虽然是Toyota、Honda 的内饰呢，可能 Honda 会比较好看，但是呢，如果你讲组装品质来讲，Subaru 是多功的，真的是很厉害的。那虽然它这外观内饰有点不太吸引人有时候，可是就是会买这种车人呢，会有一种独特的性格，就是 Subaru 粉就是 Subaru 粉，好吧？现在是一个 Intelligent Mode 哦，感觉到它是一个很舒服驾驶的车。但是如果你切换到 Sport 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 Throttle。它的油门的反应有一点开始不一样了的，可是现在还可以也是模拟6速嘛，也是6速，对。但是如果你是切换到 Sport Sharp 的时候呢，你看到，你们注意看它的 CVT 的反应啊，我降档，哇，你看它升档的感觉。你有没有感觉到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模式去啊？尤其是现在还可以模拟8速哦。如果你切换到 Manual Mode 的时候，现在它的 Double Leg 的情况比较少了的。哇，我跟你讲，这个反应是我驾过这么多 CVT 里面呢，是最好的一个了啦。有一点类似我那天驾的那个。Toyota那句叫什么了 ？Direct Shift 的 CVT， 哇靠，真的，我的动力蛮猛的嘞。刚刚我也没有一脚把油门踩到底啦，我是踩一个大概40-50%左右的油门，它都给到这样的反应，好了，我把它切换到 Intelligent Mode 回去，可以看它转速维持在一个不到2000转哦，在10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CVT 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啦，因为它是无段速变速箱，所以它可以在我们行驶高速的时候呢，它可以把尽量的那个转速维持到会比较低一点点的。Danny，你买回来这辆车啦，你觉得这辆车的保养程度会怎样？会觉得贵吗？其实跟Swift是差不多。哦，但是会比较偏高，不是 Subaru XV 的那个保养？除了用比较贵的油。OK， 其他的好像 engine oil 要用多少个 liter， 全部都是一样的 ，exhaust oil 跟 CVT oil。这辆车用的 CVT oil 也是一样啦，就是说CVT oil 是用 high torque 的，用的 volume 是一样。背包上面呢会容易找吗？这辆车？算是容易，如果你直接回去 Subaru。哦 ，OK。对。可是就是 Subaru 的 parts 就是会比较贵一点哦。对，会比较市场上外面会比较少。对，很少有 OEM 啦，在马来西亚来讲。对 ，OEM 很少有，either你是从美国买，还是日本买那些 Costco 改装件，又或者是原装件，就直接从 Subaru 领。你再买回来这辆车回来哦，它只能打97以上是吧？啊，对。哦，因为它的 tune 本来在日本都是叫你打98。对。哦，那天你有分享过给我知道，他说他一买回来有打过95啦，然后那个车越开越没有力啦，才知道哦，原来这辆车是要打97以上的。然后你现在的 tune 都是97，对。你的油耗方面呢，你打多少你都可以行驶多少公里，那些有做计算。满缸差不多跑400多公里这样。哦 ，OK 吗？然后满缸是多少liter？满缸是sorry， 好像是60个liter。60个liter。这样你没有 Map 之前的那个驾驶感受跟 Map 之后是不是很大分别？转速可以拉比较高一点。哦，转速大概是维持多少钱？在之前我在4500、5000转的时候就没有力啊。就好像是 max 了。OK。然后现在可以去到6000多转，6000多、6400、6500转这样。其实它的油门反应是相当的好的。现在我在 Intelligent Mode 罢了哦，我没有上到 Shop 啊，就是 Sport Shop。但是我还是微微可以听到一点点那个 Turbo 的声音的，在前面传进来，小小声而已。加了 Subaru 之后呢，你会感觉到它的整个 chassis 来讲是相当的棒。哇！
哇，讲真的啦，是一换上了这个 adjustable 之后，是不是感觉到这辆车杂音比较多了？多。它里面的东西好像哦，比较多，蛮硬一下啦。对我来讲，你是 daily drive 啊这样子？没有啊，我换了这个直接放弃了。一个星期跑200公里这样。在 Intelligent Mode 的时候啊，它的因为6速的关系，你感觉到它的那个齿轮比啊，模拟出来的这个 gap 很大一下的哦。你看，它像一个6速这样，然后我觉得它最好玩的地方是在于，在我在 S Sharp 的时候哦，它给到那个，你看那个齿轮比的，它很接近啊，看到吗？那个感觉。那我们来做一个0到100测试，我们就关掉 AC， 然后放在 Sport Sharp 的模式，四驱系统，我觉得应该会很少会打滑哦。踩完，我靠！我靠！我靠！哇！哇，很暴力耶，不是？很暴力，很暴力。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Golf GTI 就要丢我后面了。哇，很有力的你！你这去过最高的时速多少？240还可以再上。哇，还有240这样高哎！试一下58%油门。我靠！哇老耶！这是什么鬼？它根本就不像一个家用车了喂！现在，哇老！怎么说那个感觉真的，我说不出来，我说不出来。STI 是跟 Evo 跟 Type R 的这个 level 是一样的，可是 WRX 可以拿什么来比啊？它就是少一点点而已，就是这样。拿什么来比？我想不到了它的定位。可是 STI 跟 WRX 的价钱就差很远哦。可是给到我这样的动力，我觉得很满足了喂。虽然是一个 CVT， 可是刚刚真的是0到100的时候吓到我一下。所以这个模拟8速的话，它就转速拉得蛮高的。140的时候，它的转速都差不多3500转了啊。如果我换到这个 Intelligent Mode 试看啊，马上就变软了这辆车。你驾了这样久啊，你有没有遇到那个 CVT 过热的问题，会弹一个灯出来吗？在上山的时候啊？因为上山下山都还没有问题，回着家的时候就这样。因为那时候我没有那个模拟的 CVT 的温度。哦 ，OK。现在 CVT 的温度是在70度左右咯，因为它有一个 CVT 的cooler啦，你改了比较大的是吧？对。然后它的 oil dam 也90度这样，如果我们踩上山应该都不会超过120吧，我觉得这样子。然后 CVT 你通常上到顶是多少度啊？100多这样。100多 OK 啦，这样子还好啦。所以有cooler是相当重要的。这辆车如果你讲隔音上面呢，我会觉得它隔音没有讲很好啦。我们就谈一下它的性能就好了。当我放在 Intelligent Mode 的时候呢，我会比较想要去舒服驾这辆车。可是呢，刚刚一切换到那个 Sport Sharp 的时候哦，性格完全就是另外一回事哦。你还要很敢把那个油门踩下去。我建议啊，如果要极致驾驶的时候呢，你真的要把它拨到 Sport Sharp， 然后你切换到Manual Mode自己来换挡会比较爽一点。然后它的这个反应真的是很快，油门上面，尤其是它的油门哦，踩大的时候，你点一点点就感觉到哦，那个反应就很快来哦。来到这个大弯，这套四驱系统呢，会很放心让你踩着油锅啦，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去吧。You know， 哇哦，呼，很稳呢。这辆车很有信心，可是就这辆车的缺点是重量蛮重的哈，1500公斤左右哦，所以就它让到你觉得那个车身重量分配的时候哦，会有一个重量抛你去旁边。虽然它的侧倾小，它不会整个 body roll 很严重，可是就那股重量在。如果你驾了山路多啊，尤其是开了一个1000公斤左右的车，又底盘低那种啊，你就觉得哇，怎么我开的车都是很重啊？那终于我们到云顶山脚了，老铁们都知道我们下一个影片会干啥啦，我们就会把这辆我们叫鲨鱼吧，
倒立刹给开上这个云顶。我要在天黑之前赶快上到山，希望等一下就没有下雨了哈。好吧，不懂为什么我莫名的会有那种气压的耳朵，到底什么？我也是有。怎么会这样啊？今天不懂哎。非常感谢Danny，非常感谢。我们就让观众更加了解 WRX。可惜啊，我的麦就没有电了。希望大家会喜欢这影片，多多点个赞。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期的POV 再见啦，拜拜。